新剧神隐杀青，赵露思头发又细又累。网友离秃头不远了。一线女星赵露思在出演古装新剧《神隐》时，经历了爷爷的去世。回家办丧事后，她精神抖擞地回到工作岗位，却被拍到脸上疑似粗黑眼圈，难掩疲惫。在赵露思最新的吃相中，她透露自己的卷发比以前细了很多，缝线也很明显。网友惊讶，离秃头不远了。没想到上了热搜。前段时间，赵露思正在忙于拍摄搭档王安宇的古装新剧《潜伏之神》7日官宣。拍戏期间，赵露思在听到爷爷去世的噩耗后深受打击，被人看到晕倒在片场。她甚至直接取消了万众期待的微博之夜路线。复工后，赵露思虽然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，在片场与团队并肩作战，但被拍到黑眼圈，化妆也遮不住。网友指出，赵露思的皮肤白皙无瑕。据推测，她被工作和葬礼的两端晒伤和疲倦，显示出一些疲劳的迹象。日前宣布隐神杀青，赵露思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。没想到，她最近的吃饭照片显示头发稀疏，缝线明显。赵露思曾经以一头浓密的头发为荣，也分享过很多因为头发太多而带来的问题，包括毛茸茸的卷发、吹散的头发遮住眼睛、手臂疼痛，到处都是头发。抱怨，粉丝却嫉妒。在赵露思晒出的最新粉丝照中，她戴着黑框眼镜，戴着黑色口罩、黑色上衣、黑色裤子，将她的身材显得极为白皙。为了不遮住眼睛，她将头发扎成一个公主髻，但头发1分为2的分叉从额头到发尾都很明显，瞬间成为话题。对话，网友指出，在赵露思的前世照片中，无论是头发松散还是扎起，刘海和头顶在肤色和发缝方面几乎看不出来，浓密的卷发让人佩服。赵露思现在也是身心俱疲，她经常戴头巾拍戏，脱发严重，发量瞬间变细变平，发缝明显。网友纷纷留言称是熬夜造成的。已发，另一群网友认为有发缝很正常，滤镜有问题，提高对比度让头发和接缝清晰。我也不想看，是爱，吴磊却叫我姐姐。这2年的姐弟剧层出不穷，但质量真的参差不齐。比如明道和蒋雯丽的《角落里的爱》，最近就被吐槽画风别扭。上周经常看小红书的另一部姐弟恋剧《原来是爱情》，一开始因为节目名字有点傻，所以对周雨彤没有多少好感，而且周雨彤和吴磊好像也没什么 CP 感，别笑。所以我没有打开他的欲望，直到看到一些关于这部剧的讨论，好奇点开一看，竟然出奇的好看。首先来说说男女主的设定。在以往的爱情影视剧中，姐姐的性格通常都是平淡无奇的。姐姐要么是什么都完美却缺爱的女强人，要么就是明明30+却没有适龄经验的傻白痴。在这部剧中，周雨彤饰演的角色连元是一名32岁的总裁特别助理。她工作太忙，没有私人时间，也没有什么好的晋升机会。她想调职，但她的老板无限期地搁置了她。这种职场困境非常真实，主要还是周姐的表演太好了。看完这一集，我责备自己之前的盲目。她把社会畜生工人的状态演得那么自然轻松，工人的同情心也很强。图片来自微博无路可退下划线连欢人品好，能力强。无论工作中出现什么问题，她都能以稳定的心态第一时间解决。情绪稳定真的很吸引人。30多岁的她，对爱情和婚姻不再抱有那么高的期望。和闺蜜聊天时提到的摇摆论，让我意识到这个年纪的爱情多半是算计。2个人在一起，要时刻保持自己的分量，时不时地掂量一下对方的分量，谁都不会毫无保留。如果有受伤的风险，最好不要开始比赛。这大概是很多这个年龄段的女生对待感情的态度吧。吴磊饰演的男主宋三川，在众多的兄妹关系中，并不像弟弟那么瘦弱和稚嫩。他是一名羽毛球运动员。最初，他是一个成绩很高的天才球员。后来，母亲的去世给他蒙上了一层阴影。由于心理创伤，他的成绩经常飘忽不定，
差点落伍，只有梁远缓缓地欢呼起来。这部剧中值得一提的一个小事实是，男女之间，主角是一个有年龄顾虑的男人。22岁的宋三川在运动员初期表现并不好，但转行后，外界对他的评价并不高，说他太老了。32岁的连远的父母从来没有劝过他们结婚，他的母亲甚至告诉他要单身，但他并不担心自己的年龄。这种非常规的设置看起来很有趣，可能很多人会习惯偶像剧的8集规则。网上很多人都觉得这部剧的感情进展太慢了。事实上，这部剧不仅仅是关于爱情的，虽然剧名是爱情，但背后却有一个黑帮。爱情只是其中的一部分，职场、梦想、运动、生活被描绘得淋漓尽致。它更像是一场激情澎湃、鼓舞人心的集体游戏。至于爱情部分，我想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如此自然的爱情了。男女主之间的感情线并不是无脑工业糖精。第一章为什么两个人可以形成情感纽带铺平了道路，而爱情就是一点点的感动和试探，在感性与理智之间来回徘徊，然后紧紧地走到一起。梁佑安和宋三川第一次见面是在一场马拉松比赛中，宋三川要去上班，刚好梁佑安作为赞助商在场。宋三川不愿戴兔头巾，与工作人员发生争执。连远见状向他道歉，撕下蝴蝶换上狗贴，对他温柔一笑，贴心地帮忙整理时间戳。这是宋三川很久没有体会过的温暖。就在这时，脾气暴躁的小狗被姐姐安抚了下来。通过一次次的见面，被人欺负、被人看不起的宋三川，赢得了连远的尊重和照顾。连远鼓励他不要放弃，认为他一定能做到。他消除了让他害怕的比赛数字，让他专注于比赛并最终获胜。正如他所说，别人的记忆大多是温暖的，所以宋三川对连远渐渐产生了好感。弟弟的爱简单直接。第一次吃馄饨的时候，宋三川得知梁佑安不吃香菜，第二次给他端馄饨的时候，宋三川主动提出把香菜都给他吃。听说他生病住院后，他赶回家却发现靴子破了，所以第二天就送来了球鞋。得知连远睡不着后，他直接打车找到了他，还给他带了做饭的食材。这部分真的让我很兴奋。事实证明，安全感与年龄无关，行胜于言，并直言不讳地告诉梁元，如果他在网上成功了，他想要一个见面的机会，约会结束后，他会认真地向他表白。不管，他守着暖暖的心，湿漉漉的狗眼看着他，轻声却坚定地说，我喜欢你，我很认真地喜欢你，真诚总是骗人的。同时，他对弟弟的爱也是非常矜持和分寸的，给喜欢的人发微信，删了，打字，生怕说错话。被拒绝后的自我反省，我觉得人家不同意很正常，慢慢来吧。反观连渊开始追杀的骑士，在被拒绝后还讽刺连渊，这着实难得。两人的肢体接触让人看着十分舒服。宋三川帮连远处理伤口，梁佑安给宋三川一罐吃的。他犹豫了一下，最终伸手抓住了他。这是刚认识的男女之间自然而然的互动。和许多年龄差距较大的兄妹一样，连远一开始也有些忐忑和犹豫。从小受母亲消极爱情观的影响，他在大学里经历过失败的感情，很难相信真爱会压倒他。他担心哥哥的不确定只是一时的热情，所有这些都鼓励他按照自己的感受行事。第一反应是拒绝和逃跑，但实际上他也在接受宋三川的治疗。宋三川一次次帮他，一次次替他吵架。连元的工作没什么好改进的，但放弃了，他就什么都没有了。在他左右为难时，宋三川告诉他，放弃比坚持更需要勇气。在他对未来没有把握的时候，宋三川告诉他，他会努力成为他的信任，去面对困难和挑战。双向救赎真的很美。这部剧整体的叙事还是比较流畅的，有爱情的甜蜜，也有非常火热温暖的职场和运动。毕竟生命比爱情更重要。范安雅主演的电影《欢乐颂4》发布新预告。近日，由王安忆主演的电影《
欢乐颂4》官宣将于4月7日上映，放出凶猛又引人入胜的预告片。不少网友纷纷表示期待，但也有网友质疑，之前的《欢乐颂3》远非完美。你怎么看待这件事？小韩是在《隐神》片场认识王安忆的，她身着一身纯白的西装，头戴精致的仙女般的头饰。王安宇站在一棵花树下，花瓣纷纷落下，给人一种肃穆之感。王安宇若有所思，拍了一会儿，他笑了笑，又低下了头，沉浸在角色的情绪中，继续拍摄。想看哪位明星的最新动态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